古代的夜壶口那么小，女人到底怎么用？看完瞬间明白了。如果要你穿越回古代，有些人肯定不乐意，总觉得古代的生活条件不如现代方便。但古人的智慧不可小瞧，在一些生活用具方面，古人创造的器具已经可以与现代的一些生活用品相媲美，甚至在制作上更加精美。比如一种帮助解决古人生理需求的器具夜壶，除了不如马桶可以自动冲刷外，其他设计都十分出色。然而古代夜壶的口子都十分狭窄，男人可以使用，但女人因其不同的生理构造，如何使用口子如此狭小的夜壶呢？难道古代的女人夜晚都不起夜吗？当我们细致了解古人的夜壶之后，才会感叹古人的智慧之高。夜壶的发明与造型。古人的冬天比我们如今的冬天更冷，每晚到了要起夜解决内急时，没人会愿意穿着单薄的衣物在寒风中去茅房解决，因此古人发明了夜壶，可供夜间摆放在室内床底下，有需求了就在夜壶中解决。早在战国时期，人们就发明了夜壶。夜壶刚发明之初，人们称之为壶子，因其形状像卧趴着的老虎而闻名。当时的人们十分惧怕老虎这种猛兽，因此将夜壶雕刻成老虎的模样，能从心里鼓励自己克服对虎的恐惧，同时也是一种威严与力量的象征。壶子这种夜壶一直被人民广泛的使用，上到达官权贵，下到平民百姓，起夜时都会用到壶子。不同的是，达官贵人的夜壶制作更加精良美观。直至唐朝时期，夜壶壶子更名为了马子。为什么呢？因唐朝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为李虎，为了避讳皇室中人的名讳与夜壶的壶子相似，唐朝时将夜壶壶子更名为了马子，这也是后世我们使用马桶时所谓的马字的由来。若是唐朝没有改夜壶的名字，说不定如今我们的马桶不叫马桶，而叫壶桶。后来随着夜壶名字的改变，夜壶的设计也从老虎形态渐渐向马的形态靠拢。除此之外，古人在夜壶的设计上更加奇思妙想，设计得更加便捷，且马的形态比虎的形态更简洁好制作。因此到了宋朝，夜壶马子使用更加普遍，几乎平民老百姓家家必备夜壶。另外，夜壶的形态也有猪的造型，可见古人创造夜壶时的思维十分活跃，并不拘泥于某一单一形态。夜壶口那么小，古代女人如何使用？夜壶常见的造型就是一个十分狭小的口子，这点设计十分贴合古代男性的生理特点。据说用这种夜壶能最大程度保证尿液不四处溅，不沾染到衣服上，简单方便。但是古代的女人起夜怎么用呢？夜壶口如此狭窄，在女人地位十分低下的古代，难道女人们都不起夜憋着不成？实际上，夜壶的形态不仅只有这一种。针对女性起夜的问题，当时的设计师早就设计好了贴合女人使用的夜壶。古代女人使用的夜壶，口部通常较大，有些像漏斗的形状，十分方便女性使用。女性生理结构与男性不同，这种口部是漏斗形状的夜壶很好的解决了古代女人起夜的问题。除了口部更大些以外，其他地方的形状基本都与男性夜壶一样。这种设计方便古代女性晚上起夜蹲坐使用，降低了液体等外溅污染衣物的可能。另外，古人在夜壶的设计上，除了充分考虑其使用的便捷外，还十分注重外表的美观。古人喜欢在夜壶上绘画花鸟、风景图，并搭配精美的纹饰。一个普通的夜壶都能花心思设计得如此精巧，反映了古人对细节、对美的追求。即使是这种最平凡的器具，也要精心设计，使其看起来赏心悦目。正是古人对美的极致追求，导致一些夜壶最初被考古人员挖掘出来后，一时之间都辨认不了这到底是什么。总之，不敢将这些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往夜壶上来想。关于夜壶，还曾经发生了一件令人捧腹的趣事。据说某地有一位村民，偶然间挖掘出来了一尊古代的夜壶。看着夜壶身上精美的纹路和色彩，他还以为是什么煮饭或者烧水的瓷器，直接用其烧水。
过了好几年后，一位识货的收文物的商人来到他家，商人看到了这尊烧水壶，才告知这位村民，这是古人用到的夜壶，是古人在晚间解决内急用的。想必得知自己用来烧了好多年水的古董居然是夜壶的村民，当时脸上露出的表情一定十分精彩。3. 古代宫廷女子夜间起夜用什么？古代女子一般都会用改良版的夜壶，但古代宫廷女子夜间起夜用的器具更加方便。当然了，这种方便是针对宫廷中有地位的嫔妃们，她们一般使用的是净桶。以前的皇宫，比如紫禁城内，并没有专门的厕所，宫内的妃子们解决内急时都是排泄在桶里，然后由伺候的仆从们将其倒掉。净桶的设计更像我们现在的马桶，比起夜壶来显得更加宽敞。古代女性可以直接坐在上面如厕，不用担心尿液四溅等问题。如下图所示，乍一看还以为是现代的马桶，后是经过改良，将这种净桶的靠座设计得十分舒适，比较像我们如今的马桶。在古代皇帝的三宫六院中，众多女人都是有着不同等级的排位，稍微有点地位的都会安排丫鬟服侍，包括给贵人们倒净桶等。比如等级为美人的嫔妃会安排4名丫鬟服侍。古代皇帝的女人是分等级配给丫鬟的，等级高则丫鬟多，等级低丫鬟少。例如美人是有4名丫鬟伺候，妃位的妃子则配有16名丫鬟。这16名丫鬟的职责规划十分清晰，她们分成2班倒，白天8人伺候，晚上8人伺候。晚上的8人中会安排2名丫鬟专门负责妃子的起夜。与古代皇宫的女人会被分等级一样，净桶也有自己的等级，也即分成了高上、中、下3个等级。最下等的就是普通的净桶，使用木质材料做成；中等的便是用瓷器做的净桶，高等级的净桶是用珍贵的紫檀做成。古代皇宫的贵人们上厕所时，不仅会用到最高等的紫檀净桶，还会在净桶的最上面搭建一个支撑人体坐着的架子，架子上放置一层坐垫，贵人们坐在坐垫上小解时，还会有工人伺候着。这便是古代皇宫中有地位的女人们用净桶的场景。4. 皇家夜壶的奇闻秘事。当然提到妃子，就不得不提一下皇帝了。皇帝使用的夜壶以及净桶更加金贵，据说有些皇帝的夜壶、净桶是纯金打造。伺候皇帝起居起夜的小太监都要十分小心的伺候这些尊金贵的物件，其背后有一套严格的打理制度，小太监在保管与清洁时都要十分小心，稍有差池便会被责罚。比如在古代皇宫中负责夜壶打理的太监就有不少，除了有专门倒夜壶的人夜壶使，还有设有专门的机构夜器监管理皇家用器。因为是皇帝御用之物，因此从选材到制作，甚至描花样等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，十分讲究。清宫内务府档案中就有关于皇帝使用的夜壶的记载，其中提到了乾隆皇帝的夜壶，制作材料选自景德镇瓷器，夜壶内壁还需要仔细涂一层釉面，这种釉面据说能够防止异味散出。太监们伺候皇帝使用夜壶也是一项技术活，他们首先必须掌握皇帝的作息规律，皇帝夜间起身就要立马在床前伺候。皇帝要使用夜壶时，他们要尽量将夜壶包装的不发出令人尴尬的声响。总之，皇宫中一个小小的夜壶不仅包含了森严的等级之分，还蕴含了古人无穷的发明智慧。据说清朝的慈禧太后同样也是十分看重夜壶的使用，讲究起来与古代皇帝不相上下。与古代皇帝夜壶爱用瓷器、黄金制作不同，慈禧太后更爱用珍贵的和田玉制成的夜壶。据说她的夜壶每一个都价值连城。想也知道，用和田玉打造的夜壶能不贵吗？慈禧太后对夜壶的喜爱与讲究到达了一个比较狂热的高度。据说她还专门在颐和园里开辟出来一间房子，供她摆放她钟爱的所有夜壶。现象一下，用各类珍贵美玉制作成的夜壶，上面还绘画了各种山水，一件件堪比珍品摆放在一个房间内，充满了艺术的美感。回顾古代人们对于夜壶的不断研究与发明，我们不禁感叹古人智慧之高，设计之巧妙。
他们总能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设计出令人惊艳的作品。即使是一个日用的不起眼的小小夜壶，他们也能将之设计成艺术珍品。如今夜壶虽然早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但它曾经是一代又一代人记忆中不可替代的必需品，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岁月。正是有了夜壶的铺垫，我们当代人才能站在古人的肩膀上进一步发明研究，创造了现如今的马桶，生活也变得更加便利。